从广东佛山开纯电动汽车到湖北武汉，全程记录行驶过程，充分体验了纯电动汽车的缺点。这辆车一共是开了1000多公里，花费了90块钱，每公里只要9毛钱，看上去真的非常省钱。不过我们也算了一笔账，现在发现省油并非是一件好事。现在纯电动汽车真正的痛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扎心啊！从佛山出发，大约是中午11点，充满电上了高速，因为路上还是比较热的，偶尔需要开一下空调。到韶关的时候，行驶了近300多公里，续航里程是149公里，相当于整个续航里程达到了6.6折。本想着先充电，但这里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，人非常多，然后有几个车主正在排队等充电。于是我们就去了下一个服务区，在手机上面查阅了之后啊，距离下一个服务区还有70多公里呢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开车的时候没有注意经过了服务区，一下子就跑过去了，立刻赶紧查看，最近的服务区显示还有45公里的路程。现在看剩余里程只有65公里了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这剩余里程可是很难达到的，所以只能选择保守驾驶，将全程速度降到了90公里每小时，匀速行驶，空调呢也不敢再打开了，关掉音乐，一切能省电的设备全部都给它关掉。这期间车上的4个人看到剩余里程也是越来越少，焦虑症都犯了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看剩余里程，心里啊都捏了一把汗，生怕大不了终点。到最后呢，还是只能把车速降到了80。打开双闪，跑到那个慢车道，幸好最后还是坚持到了服务区，真的是一路提心吊胆啊！看到续航里程还是200公里的时候啊，第一呢，直接想到的就是充电，只有充电充满电才有安全感。如此远的距离，1000多公里啊，轮流充电4次才能搞满电，中途有2个服务区需要排队充电，大约排了2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每次充电几乎都要3个小时以上，以至于原本只需要12小时的路程就可以达到，我们却开了36个多小时。整个事情呢，真的是费时啊，又费脑筋，耽误时间，耽误太久了。这次旅行可谓是将纯电动汽车的缺点充分体验了出来。回来以后，第一件事就准备卖掉这个纯电动汽车，然后呢，再买辆燃油车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啊，原本19万买的纯电动汽车，只开了1年多，跑了一天的二手车市场，大多数都是摇头不肯收，只能收个7、8万块钱，这价格呢肯定是舍不得卖的，只好继续开。关于纯电动汽车，我的观点，第一，纯电动汽车的优势的确非常明显，主要体现在省电、充电、省钱。前面咱们所说的100公里只要9毛钱左右，与燃油车相比啊，100公里都是10块钱以上的纯电动汽车，是不是？第二呢，就是优异的那个机驱动，能够快速的持续的启动，在加速、超车、爬坡等场景下，动力性能完全是远超其他同级别的燃油车，甚至可以说20万的纯电动汽车完全可以媲美40万的燃油车。第三就是平顺的良好的电机驱动，没有明显的抖动，噪音小，乘车很安静，科技感十足。内置方面自然咱们就不用说，座椅上面还有加湿，还有加热加温度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舒服。当然在城区内还可以享受绿牌不限号，特别在武汉经过长江大桥的时候，还是有很多1、2线城市的车的首选。虽然说有优势非常明显，缺点也是选汽车的关键。对于纯电动汽车来说，续航问题依然是目前最大的问题，而续航关键在于充电里程的长短。如果说像加油站一样，到处都是充电点，每次充10分钟就能跑个1000公里以上，续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。以官方续航里程为600公里的纯电动汽车而言，这款车最多只能跑到300多公里，相符的幅度是60%到70%。为什么会觉得纯电动汽车省油而不省钱？由于受到里程数的限制、保值率、电池保修政策，现在才体会到纯电动汽车的省油并不是真正的省钱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。